会进一步探讨空污成因以及可能导致的病变影响。国立中山大学气胶科学研究中心引进专业仪器分析来源和成分物质。研究团队平时就会在学校屋顶上设置 PM2.5 自动监测仪器，每1小时搜集1笔浓度数据。颜色当然是一个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今天比较脏，这一个点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但是它实际上里面的成分，我们还是要去做后续的化学特性的分析。空气中分布许多物质，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就是 PM2.5。研究团队的仪器还可以进一步筛选出 PM1、PM0.1、PM0.056 等细悬浮微粒。PM1 它如果说它是一个可溶性的物质的话，它进入到肺泡之后，它有可能它里面的物质就会穿透肺泡，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那有一些是 cancer 癌症。好，之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显示肝还有肾，好，不光是肺而已。世卫组织2013年已宣告空污当中的悬浮微粒是致癌因子。环保署2019年公布小港沿海6里居民健康风险评估，发现有致癌风险的物质包含苯、1,3丁二烯、氯乙烯、1,2,2氯乙烷、丙烯腈。衍生疾病有白血病、肝癌、肺癌。该份报告还进一步点名，大林埔需特别关注 VOC 的污染。石油炼制的污染物主要就是 VOC 挥发性有机物质，如果操作不当或设备老旧，就容易排放逸散到空气。VOC 的话，它在制造过程中有一些珐琅的跟管线之间的接缝的地方，它有可能会泄漏。全国有60%石化业设置在高雄。2016年到2019年，高雄市针对硫氧化物减量40%，氮氧化物减了快30%，但 VOC 仅减量18%。比较难的原因，大概目前为止，整个 VOC 的排放量比较大的产业的部分，大概局限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了哈，包含就是造船业的部分等等这一些。可能比如说在喷漆上面等等，这个可能很难在一些有效收集上面，应该说在技术上面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VOC 和氮氧化物在阳光照射下会产生臭氧，人体暴露在高浓度的臭氧环境，可能产生头痛、气喘等症状。环保署在近日的空污公听会回应，会将 VOC 列为未来管制重点。像比如说 PU 合成液啦，或者表面涂装液、胶带液，这个部分，那以及就是在像高雄地区非常多的这个石化业，我们的这个已经大概有10年没有修的石化业的排放标准，都是我们今年现在正在积极在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排标的部分把它下修。住在40年老旧的新大林电厂，买房住在新大林煤电厂，如果拥有一大片气电共生的烟囱，他们喜欢一起喷烟，制造有毒的空气。除了石化业、电力业、钢铁业排放的空污，也不断侵蚀人体健康。可以看到那个蓝色那个烟囱，蓝色那个烟囱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它其实是发电厂的烟囱。气电共生一般我们以前的理解是它是环保设施，它应该是把废热回收变成蒸汽，然后推动那个涡轮，然后产生电能，应该是一个环保设施。可是事实上不是。大社工业区是全台第1座完整的石化专区，居民目前等不到降乙编签厂承诺，还得面对民间业者设置的4座气电共生产生的空污。我们这边的气电共生，我们去查它的那个使用执照、许可证的使用执照，我们查出来里面除了有的烧天然气，有的烧煤，然后其实他们还会外加重油。高雄市电力设施共有52座，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贡献量都达到60%，因此高雄市环保局几年前就在推动电力设施加严排放标准修法。
有一些气电共生的部分，我们首先要求的是先从燃煤改成天然气。现在也找了几家民间机构，针对于它的一些燃煤改燃气做一些推广，或者是改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一些燃料，至少是比较低污染的燃料。草案分3年2阶段，要求电力设施硫氧化物从现行60 ppm 降到25 ppm， 氮氧化物从70 ppm 降到30 ppm。如果修法通过，燃煤电厂无法达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就得将燃煤汰换为燃气设施。但草案2019年提送到环保署审查被退回，环保局加开2场公听会后，2020年再次送审，依然没有进展。不管你电力设施是燃油的、燃煤的，全部都要加严到跟气体的污染标准一样。那个大幅的污染物的减量，包括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都是大幅的减量，但是已经拖了2-3年，到现在我的了解是去年8月。第2次环保局第2次送到环保署审，还躺在环保署，我不知道要躺多久哈。其实我们去年所公告的这个法规，很多就可以直接用了，那很多就可以不需要它这个加严标准。如果是中央没有规定的，那你把它加进去，那实际的效果就出来，但是如果是中央已经有规定的，已经有规定的项目，你把它加进去，那只是重复而已。环保署认为，中央已经推出3级防治区指定消减准则，地方不必叠床架屋，但摊开该法规主要管制的是氮氧化物，没有包含硫氧化物，因此高雄市政府表态，地方的草案版本还是比较严格，要求中央尽速通过。我想我们的立场很清楚嘛，要求说环保署因为地方对于空气品质的一个标准，地方当然会根据整体的空污跟整个空气品质的状况来自己做决定。那会不会担心还是持续一直没有就是一个？我们已经也跟他再三的要求，应该尽速核定高雄市我们所提的草案。高雄另一个棘手的空污源钢铁业 ，PM 2.5排放占高雄固定污染源排行之冠。排放大户中钢，不论使用生煤还是铁矿砂，都会排放粒状物，污染空气。中钢它是生煤去炼钢，燃煤发电已经是很离谱了，已经很危害了，而且是在炼生煤。过去高雄市对钢铁业管制以戴奥辛排放为重，2020年终于推出钢铁业的空污排放标准草案，打算加严管制 PM 2.5等排放。包含中钢、协盛发、海光、隆庆等6家业者将受到管制，但营收亮眼的中钢表达要符合规定有困难。现在大概比较困难在中钢的部分，整个工厂厂区是排得非常的满。那有些空地的部分，事实上都已经在做，比如说它可能要盖煤仓，所以它既有的空地其实都已经使用的差不多，那我还要求他再做哪些污染防治措施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现有的空间足不足够。草案最快何时能公告？环保局没有松口，环团则质疑最新的草案版本太宽松，钢铁业加严排放标准，就算上路后，粒状物1年只能减量2.85%，氮氧化物2.9%。那不管怎么样，我想厂商总是会有他的困难。但其实高雄的市民也已经给了很多时间，我们忍受污染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我还是认为高雄市环保局既然去年已经订立了这个钢铁业的空气污染物的加严标准，就应该要尽快的到位。而高雄空污还有一项难解的问题，就是移动污染源。高雄港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命脉，全台达2/3的货柜车都在这里进出吞吐。看起来，所有移动污染源来讲，柴油大货车是一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因为有中钢的关系啦。那如果没有中钢的关系，它其实占比一直都将近到3成，2成到3成整个总占比。那我们知道这些柴油大货车其实主要就因为它是柴油引擎，所以它燃烧温度特别的高，那所以它燃烧温度一高，它排放的氮氧化物非常的高。那这些柴油大货车寿命又很长，有20年。环保署持续推动1到3期柴油老车汰换，目标2万辆。高雄4年来已淘汰8000多辆，堪称全台第一。但不只是数量要冲高，引擎设备也要跟得上环保潮流。
柴油大货车开始有装脱硝设备是6期车才装的，所以即使1、2期车淘汰还不够，你要淘汰到4期车或者5期车才够。但是我们想说，这个1、2期车淘汰都让之前政权整个几乎是翻掉了，何况你要淘汰4期、5期，所以这件事就非常的严肃。加上高雄捷运运量低，市民普遍以汽机车作为代步工具，而市区也临近国道10号和台17线，上下班时段车流量庞大，使得交通污染容易集中在都会区。侦测仪器管线放入老旧机车的排气管，搜集怠速状态的废气。透过这样采集，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污染源，它可能会聚集在比如说某一个特定的粒径范围，它会特别多，或者是含有毒性的 pH 可能会含量特别多。PAH 多环芳香烃碳氢化合物是100多种不同化学物质的合称，是已知的致癌物质。现行政府鼓励车主汰换，定期检修机车元件，但未来更要从油品端检视品质。移动污染源它主要很多是来自汽机车尾气的排放，那它尾气排放的成分也跟使用的燃油本身的原料里面它的成分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油品的改良是一个从源头可以去进行的。环保局目前打算先在高雄港区划设空品净化区来因应。所有进出这个区域里面的车辆，都必须要接受环保局这边的一个检测。那排气合格之后，的检测合格之后，我们就给予一个通行证的部分，可以进出这个空品净化区里面。OK， 最快什么时候推？这个尽快，我们尽快会来实行。对。那个下一季空污季之前有机会吗？我记得好像已经报署了，好像有送到署那边去了。改善空污是全民共识，政府握有政策工具，但要怎么挥出这一拳，牵涉各方角力。已经是望穿秋水啦，一直在忙啊，但是要改善安在。啊，政府你若无迄个心，讲我听，你免哪改善？政府你有迄个心，这张罚单100万有够吗？我讲，迄永远都无效啦。只要你政府有迄个心要改变啦，我是感觉政府小可惊业主啦。全国第一个因空污面临迁村计划的大林埔居民看来，如果污染没改善，在高雄不管搬到哪里都差不多。因为这空污不是人就你要迁走，那台湾到底有多少地方要迁走？今天好大林埔迁走，你问遐有一砖头或者山尾遐敢要迁走？啊，你讲大林埔迁村会当改善规个高雄市的空气品质吗？那我很同意赞成迁村，但是不是哦？大林埔全部拢迁走了，你继续搞湿化，不一定迁村会比较好。而对于一般市民来说，只想单纯盼望下回空污季来临时能少受点折磨。当然希望能够高雄的天气是越来越好啦，因为整个公共设施都在改变，那对我们骑车人当然更希望在市区骑，他希望空气更好，才不会自己当一个空气机在